英语学习系列如何运用多邻国高效学习英文。Hello，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入解析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一定都很有共鸣的话题，那些看起来超级像游戏的语言学习 App 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认知科学？透过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不只要破解学语言的底层逻辑，更要带你重新认识你的大脑，看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吸收新语言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说真的，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状况？某天突然下定决心要学新语言，一口气在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 App， 一开始兴致勃勃，每天打卡，但几周过去，热情没了，最后默默把 App 删掉，脑袋里只剩下一句 Hello 跟 Thank you， 这真的很让人气馁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会开始想，我大概就是没有语言天分吧。但先别急着否定自己。问题可能根本不在你身上，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对学语言这件事的认知就完全走偏了。好，那么来看看今天的学习地图，我们会依序聊到语言学习的陷阱、技能学习的3阶段、多邻国背后的科学、如何破解遗忘曲线，最后还有一套超强的4步精通法。那么我们就从第一部分语言学习的陷阱开始说起。我们得先破除一个超大的迷思，很多人把学语言当成是在获取知识，就像背历史年份一样，死命的背单字、钻研文化。但你想想看，学语言其实更像是学骑脚踏车或是学游泳。你总不可能坐在书桌前把浮力原理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一跳进水里就会游了吧？绝对不可能嘛！你不亲自去喝几口水，是永远学不会的。语言也是一样。光靠读理论绝对行不通，它是一项需要实作的技能，而不是死知识。这就带我们进入第2部分，技能学习3阶段。既然语言是一种技能，那大脑到底是怎么学会它的呢？我们来借用认知心理学家约翰·安德森提出的技能习得理论。简单来说，它分成3个关键步骤：认知阶段、连接阶段，最后是自动化阶段。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步是认知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真的不需要死记硬背，你该做的是去建立一张大脑的地图，去听这个语言的声音，看它的样子，试着去辨认它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重感官输入，一边看图片，一边听声音，嘴巴再跟着念出来。不论是看剧、看动漫，还是拥有声音提示的 App， 让大脑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，轻松打下发音的基础。接着来到第2步，连结阶段。这边有个大重点哦，很多人脑袋里装了一堆单字，却不敢开口，怕讲错超丢脸。但请千万记住这句话：错误会让大脑留下印象。这就像学游泳，刚开始姿势超别扭，还会呛到水，对吧？可是呛到水才让你知道下次头要抬高一点啊。学语言也是，说错了，大脑才会开始去修正发音跟用法。所以，只要你有在输入，就请大胆开口，允许自己犯错。经过了不断的跌倒再站起来，就会来到第3步，自动化阶段。到这时候，这项技能已经彻底内化到你的骨子里了。你可以像母语人士一样自然的聊天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脑袋里再也不用经过那个卡卡的翻译机。这就代表你真正精通这门语言了。了解大脑运作后，我们来到第3部分。多邻国背后的科学。说到学语言的 App， 你绝对会想到多邻国吧？它到底是游戏还是学习工具？说真的，它真的超懂游戏化那一套。你看那个常常翻白眼、冷酷无情嘲笑你答错的紫发女孩莉莉，还有那个如果你半夜不理她，就仿佛会用倒数计时把手机炸掉的绿色猫头鹰。而且他连《权力游戏》里的瓦雷里亚语、《星舰迷航记》的克林宫语，甚至数学都能学。大家为了保住连胜记录，真的是拼了命。但撇除这些超强的趣味元素，它真的能教会我们语言吗？答案是绝对可以，因为它背后有超强的语言学理论在撑腰。这边要介绍语言学家史蒂芬·克拉森提出的大名鼎鼎的可理解性输入，大家常叫它 I+1 理论。这里的 I 是你现在的程度，而 +1 代表稍微再难一点点。也就是说，给你学的东西不能太简单，让你觉得无聊，但也不能难到像外星语一样，必须是你大致能懂，但又带有一点点挑战性，大脑才不会把它当作噪音，而是真正吸收进去。
这完美印证了多邻国的工程师是怎么把科学放进产品里的。他把课程切得超碎，随着你过关，难度慢慢帮你加1。更聪明的是，他不依赖那种枯燥的中文翻译，而是直接把声音跟图片绑在一起。你看到图片，听到发音，大脑就自动连线了。这完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连结阶段，让资讯不只是死知识，而是直接教你怎么用它。不过学得再快也怕忘记。第4部分我们要来破解遗忘曲线。这真的是终极大魔王。前一秒刚背熟的单字，下一秒瞬间忘得一干二净。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类大脑刚学完新东西后，遗忘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。要把大脑这种倒垃圾的机制关掉，唯一的认知骇客技巧就是在记忆大幅消退之前，再次重复强化它。这就是所谓的间隔重复。所以你看，这也是为什么多邻国会用尽各种手段折磨是考验你。它不会只让你背一次单字，而是一会儿让你看图选字，一会儿要你翻译填空，接着考听力，最后再逼你对着麦克风开口念。同一个单字，在精心计算过的时间点，不断用不同感官刺激你的大脑，强制中断你的遗忘曲线。久而久之，这单字就像钉子一样钉在脑袋里，你想忘都忘不掉了。我们来看看一些客观的数据。呈现这些资料当然不是为了推销软体，而是要看看这种科学方法的实战成效。很多独立大学研究发现，用这种遵循科学原理的 App， 虽然口语进步稍微慢一点，但阅读和听力的进步幅度居然跟正规的语言实体课程差不多。甚至有数据说，在 App 上完成5个特定章节，效果大约等同于上了5个学期的大学语言课。这真的很惊人，对吧？只要底层逻辑正确，数位工具真的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，4步精通法。讲了这么多理论和数据，我们来看个真实世界的超级例子。日本有一位自学语言天才卡祖玛，他才24岁，居然就精通了14种语言。这听起来根本像超能力，对吧？但他可不是靠魔法或天赋，他公开了他的自学秘籍，而且这套任何人都能复制的方法，刚好完美契合了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科学原理。他的秘籍总共4步。第1步，建立常用短句库，别再从背字典开始了，去挑生活中真正会讲的话来学，跟着母语人士大声念。第2步，听说读写并重，透过听和模仿来记文法，多感官同时刺激大脑。第3步，他有个超狂的100LS 学习法，就是挑一部外语片，听100遍，跟着念100遍，用大量且有挑战性的输入，硬生生达到自动化。最后第4步，主动回忆与间隔重复，定时去把学过的东西挖出来复习，彻底打败遗忘曲线。总结来说，学语言真的不是在比谁记忆力好，它就像骑脚踏车，是一项需要你亲自下水、亲自上阵的技能。只要善用可理解性输入，加上间隔重复，任何人的大脑都能被打造成语言神童。既然现在你手里已经有了这张科学实证的蓝图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今天打算开始挑战哪一种语言呢？放胆去犯错吧，去享受那种不假思索就能开口的畅快感。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。